Hello， 大家好，我是 DP。一觉醒来 ，Codex 5.3 和 Opus 4.6 都更新了。我收集了一下相关资料，录一个视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主题，29分钟，真的只有29分钟。第一张图，看左下角 1.45， Opus 4.6 官宣上线。紧接着，好巧不巧 2.14。Codex 5.3 官宣上线，一共29分钟，就真的这么巧吗？别着急，更巧的事情还在后面。老规矩，我们先来看传统异能跑分。这张是 Opus 4.6 官方提供的跑分图。很多观众可能觉得看不懂，没关系，我给你标出来了1和2。然后再来看这张是我找到的 Codex 5.3 的跑分图，注意看这里的1和左右两张的1是对应的，都是 TB 2.0。Codex 5.3 的得分是 76%， Opus 4.6 的得分是 65.4%， 领先了一些，对不对？然后仔细看第一张图的最右边， Codex 5.2 的得分是 64.7%， 也就是说Codex 这个版本的升级直接从 64.7 升级到了76，巨大进步，有吗？然后我们来看第二项，第二项是 OS Word， 这个就是操作计算机系统的能力，比如说点击鼠标呀、复制粘贴啊这些。然后呢 Opus 4.6 是 72.7， 这里要暂停一下说一下，在 OS Word 里，人类的一般标准在 72.36， 也就是说 Opus 4.6 已经接近了人类的一个一般水平。然后我们看 Codex 5.3， 它的 OS Word 水平是64，感觉好像差一点，对吗？但是我查到的资料是说 Codex 5.3 测试的是 OS Word Verified 这个版本，然后 Opus 4.6 应该测试的是 OS Word 原版。Verified 和原版有什么区别呢？简单的说 Verified 更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64和原来的72点和那个 Opus 4.6 的 72.7 应该是不相上下的一个水平。好的，这是跑分，看完了，我们来看详细的对比。首先来看 Opus 4.6， Opus 4.6 在这个版本主要有下面的更新。首先上下文从原来的 200K 支持到了 EM，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于大项目非常有帮助。然后输出从原来的 64K 支持到了 128K， 然后增加了思考等级和自适应思考这两个项。这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可以设置 Low、High 和 Extreme High 这种，然后呢它还可以自适应，在整个进行的过程中，比如说一开始读文件的时候就用 Low， 然后中间就去调，是这样子。这边加一句啊，我觉得 Opus 4.6 这个升级有点像锦上添花，对不对？更大的上下文，更大的输出，然后自适应的思考。好的，我们来看 Codex 5.3。首先还是回到我的第一张截图上，我用两个颜色标出了，它们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 50% 的 token 使用量对比 5.2， 以及快 25%， 加速 25%， 降价 50%， 就这么简单。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来形容 Codex 5.3， 我会说残暴。有什么比加速降价更残暴的方法吗？在现在这个市场。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点是，第一， Codex 5.2 有不错的编程能力，大家一直吐槽的就是说它有点慢，对不对？现在 Codex 5.3 据说保持了 5.2 的编程能力，然后它先加速了 25%， 然后又降价了 50%， 残暴。然后还想提醒大家的一个点是， GPT 系列能做的不只是编程，而 Opus 我们往往仅仅把它和编程联系在一起。好，我们继续，下面是我的一些思考。
首先，因为我们频道最近一直在讲 Anti-Gravity， 那我就在想 Anti-Gravity 会跟进 Opus 4.6 的更新吗？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 4.5，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一定会。为什么呢？因为 Kiro 今天已经更新了，好像其他很多模型也都更新了。那么到这里这个思考就结束了吗？没有，我的思维链会比较长。下一个我思考的是代价是什么？突然的我就想到，会不会配额还会动？这个留给大家思考，欢迎大家留言或者发评论。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想的是 Codex 5.3 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它在挑战 Opus 4.5， 那么它会带来什么呢？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在编程领域，它可以避免 Anthropic 一家独大，我们作为用户会从中获利，因为竞争的获利方永远是被竞争，就是竞争关系中的关键人物用户。好的，然后今天上午我抽了一点时间对 Codex 5.3 的速度进行了一个测试，因为还记得吗？它是加速 25%， 降价 50%， 那我觉得比起降价 50%， 加速 25% 更重要，当然降价 50% 其实也很重要。所以这个后面我测试的内容主要是聚焦在速度上。这是我给 Codex 的一个任务，我用的是 VS Code 里的 Codex 相关的插件，我没有制作任何上下文，就是完全的一个空文件夹，里面放了这么一段话，让它直接去执行。然后它就里面又做了一个子文件夹，让它放到那个子文件夹里面去。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然后因为我没有 Codex 的使用经验，原始的那个截图我没截下来，原始的截图上有thinking 啊、用时啊这些东西，我没有截下来。我以为和 Anti-Gravity 是一样的，实际上它不一样。如果就是再次打开对话的时候，就只能看到这样，中间的过程就忽略掉了。但是因为我是用了一些方法，所以我把那个 API 请求的详细信息记录下来了。在这张图上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的请求开始的时间是 11:50， 差2秒嘛，然后结束的时间是 54:36， 也就是说整个用时在4分就算40秒。然后它的模型使用是先用了一个 5.1 的 Codex Mini， 然后后面就是 Codex 5.3， 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 Token 这个因为我没有经验，我们就不去评述，主要看这个时间4分38秒出了3张图。这3张图长什么样呢？先来到第一张图，就是远行星号的一个莫德数据库的首页，我觉得这张图做的中规中矩。然后这是下面是第二张图，这张图等于说用了一个白色的主题，我觉得也还 OK。然后紧接着是第3张图，我觉得前2张图榨干了他的一般思维，第3张图他想给我做一点特别的东西，所以他做的这3张图。我这3张图从中选一张作为起点来做设计，或者继续去摇讲，摇不同的风格都是 OK 的，都算中规中矩吧。当然如果硬要说比起我们现在正在用的这一张，就是线上版的这个，还是不太好比的。OK，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首先是一个建议，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开始尝试去使用 Codex 5.3， 稍后我们也会出一些视频，比如说新手入门啊，一些经验的分享啊，如果有需要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第二个项是在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模型，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因为我们已经有了2个全新的模型，后面还会有更多的模型，对吗？所以我的第一条建议是，如果涉及 UI 设计，无脑选 Gemini 3 Pro。 如果涉及编程，你的选项可以是 Opus 4.6， 也可以是 Codex 5.3， 但是作为成年人我们都要，没问题对吧？如果你是其他的工作，比如说一些文本创作，那你可以考虑用 Gemini 或者用 GPT。 然后这里提醒一下， Gemini 你可以考虑用 2.5 或者3，因为我发现 2.5 和3是不同的风格，如果有需要可以测试一下。然后这场开年大戏好看爱看，有可能的话多来。最后目前来看202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而我们也注定不会平凡。在这里祝大家和家人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这就是这一期 Codex 5.3 和 Opus 4.6
新模型上线相关资料分享的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DP，谢谢。